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昔日看不起我的大学室友邀请我参加婚礼，新娘竟是当初以异地为理由与我分手的前女友。他们二人狼狈为奸，在婚礼上对我诸多嘲讽。没想到你还真有脸来啊，齐燕！一会儿多打包几个菜回去，省得你过2天都没钱吃饭。齐燕，你别怪我。人往高处走，和你这样的穷小子在一起，我永远都不会过上好日子。听着周围人的嘲笑声，我直接叫来了酒店经理。今天过后，他们2个人都写上酒店黑名单，终生不服务。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没想过江涛竟然会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毕竟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关系算不上好，他是我的室友，却也是家里有钱不愁吃穿的富二代，而我只是一个靠着自己打工攒钱才能够勉强付清学费的普通人罢了。江涛看不起我，连带着平日里对我也是诸多嘲讽和欺凌。其他的同学有一个算一个，也都为了讨好他孤立我。唯一一个会站在我身边反抗江涛、为我说话的人，便是我曾经最爱的人。想起记忆里的那张脸，我的嘴角仍不住微微上扬。虽然最后我们因异地分手，可他在我的心目中仍旧是谁都不能媲美的白月光。我走进了饭店，正在大堂的经理看见我之后，眼神中带着些许的讶异。他抬脚就想朝着我的方向走来，却被我用眼神阻止了。说来也算是缘分，江涛结婚的饭店恰好是我名下的产业。这些年我努力创业，日夜不休的奋斗，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让我爱的人过上好日子。我在询问了服务员后，顺着他指引的方向走去。刚刚走到包厢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了断断续续的说话声。你们说齐燕会来吗？不好说，说不定她压根付不起机票钱呢。是啊，大学毕业之后，她不是回老家了吗？那个山沟沟，估计得坐大巴车来吧。刺耳的嘲笑声准确无误地进入了我的耳朵。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见这样的声音了。比起从前的羞愧与愤怒，如今我的心中竟然异常的平静。这或许就是所谓的金钱确实可以改变一个人，至少我变得更加自信，不会再因为这样的话而产生自我怀疑。勾起嘴角，我露出了一抹淡然的笑容，伸手放在了门把手上。还没等我推门进去，我就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沈淑仪。你之前不是跟他回去过吗？和我们说说呗，他老家怎么样？沈淑仪是我大学期间恋爱了4年的女友，毕业后因异地而分手。这些年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很难说是不是有他的原因在里面。我的心脏跳漏了一拍，沈淑仪对着我笑容明媚的样子仍旧在我的眼前浮现，带着回忆与些许的紧张。我推开了大门，恰好听见他的回答：什么样？穷样呗，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和他分手？我一眼就看见了沈淑仪，倒不是因为她貌若天仙，实在是因为她身上那件大红色的迎宾礼服，让我不得不注意到她。沈淑仪就站在人群的正中间，画着精致的妆容，长发盘在脑后，胸前那钻石项链夺目璀璨，看上去又熟悉又陌生。脸还是那张曾经多次进入我的梦中，让我魂牵梦绕的脸，可眼睛却已经不是那双柔情似水看着我的眼睛了。我的到来让原本嘈杂的谈话声陷入了沉默。沈淑仪也看向我，在与我对上视线的那一刻，她的眼神里闪过了显而易见的惊艳。这也难怪，我与大学时候的模样相去甚远。
那个时候因为穷，我几乎每一餐饭只吃馒头和咸菜，条件好一点了，也只是去食堂点个一荤一素的饭菜。又因为总是在外兼职，我每天消耗过大，所以看上去总是瘦弱又营养不足的模样。更别提我柜子里那些年代久远的衣服。江涛不止一次嘲笑我看上去不像是个大学生，倒像是个工地上板砖的大爷。后来大学毕业，我开始创业，总要与人去吃饭谈事。为了让自己的形象看上去好一些，我开始尝试做一点外貌管理，也开始健身和搭配衣服。4年的时间下来，不仅身形改变了，就连身高都拔高了一些。这世上少有帅而不自知的男人。我知道自己如今长相不错，配上不菲的身家，也曾有女人对我前仆后继。可说到底，我还是放不下大一那年替我捡起掉落的书本，丝毫不嫌弃我身上的污渍，笑着将我拉到伞下的沈淑仪。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美的画面。我一步步朝着沈淑仪走过去，短短几步路，像是走过了4年里的万水千山。像所有陷入爱情里的少年一样，我曾经幻想过与沈淑仪重逢的场面。如果重逢的时候她仍旧单身，我会放纵自己挽留她一次。我会告诉她，我在好多个城市都开了酒店，再也不会异地了。她是否还愿意与我在一起？幻想里的沈淑仪或许会给我很多个答案，但没有一个答案和如今的场景一样。我张了张嘴，只觉得喉咙干涩，发出来的声音也全是沙哑。你刚刚说你和我分手的原因是什么？沈淑仪已经从再一次见面的惊讶之中回过神来，她抬头看向我，仍旧笑着，嘴角的弧度和从前没有丝毫的区别，可那双眼睛里透露出来的只有鄙夷与不屑。因为你穷啊，还能因为什么？说异地不过是为了给你留点面子罢了。齐燕，你不会真的相信了吧？沈淑仪说着，轻笑了一声，环顾四周，看了看昔日的老同学，语气变得极其的夸张，像是天桥底下说书的。你们还不知道吧？齐燕她还住在那种茅草屋里呢，就在山沟沟里。你们要是去她家，得坐高铁换火车，火车换出租车，然后坐大巴和3轮才能到。哦对，她家还有个猪圈，晚上听着猪叫声入睡。还有她那个奶奶，知道送我什么吗？自己那的鞋垫，真是笑死人了，也送得出手。她爸妈离婚，没一个要他的，把他扔给他奶奶养。要我说，你这样的人，一辈子也不会有人要你的。沈淑仪说的越多，四周传来的窃窃私语声就越大，而我对沈淑仪最后的一丝期望，也在她刺耳的嘲笑声中全部消失。我的老家确实没钱，因为土地不够肥沃，交通不够便利，村子里的所有家庭条件都很差，所以我有钱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村子里修了路，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也尽可能的将同村人接纳进自己的公司，给他们提供一份工作。可我从不会因为他们的贫困而感到羞耻。就像沈淑仪说的，我从小被爸妈抛弃，奶奶将我拉扯大，她上了年纪，有些事情都会显得力不从心，邻里街坊的没少帮忙。我考上大学之后，也是全村人凑了钱给我交了学费，我感恩他们对我的帮助，也因为他们的善良而觉得自豪。真正应该感到羞愧的是沈淑仪。我俯视着她那张好看的过分精致而带着假面感的脸，露出了嘲讽的笑意。沈淑仪，你真可怜。你说什么？哟，4年没见，我们齐燕还会鄙视别人了？江涛和从前一样，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我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见他一身黑色的笔挺西装，头发也是梳得一丝不苟。比起大学的时候，江涛的脸上多了些许沉稳的痕迹，可一开口就会发现全是错觉。他还是和从前一样的纨绔又不讲道理。江涛走到了沈淑仪的身边，一把搂过了她的肩膀，将娇滴滴的女人揽进了自己的怀中，然后用得意的目光看向我：齐燕，我就知道你会来的。大学4年的时间，我这么针对你，也没看你换个寝室。胆子大，脾气硬，不错。这倒是我第一次听见江涛的嘴巴里说出和我有关的好话来。但其实他错了，我是想过换寝室的。可我们专业的辅导员早就听过江涛的名字，也知道我和江涛的恩怨，他不敢随便把我安排到其他的地方，让江涛没了玩具，到时候心情不好再牵连到他的身上。至于我一个穷苦人的自尊，没有人放在眼里。我的目光在江涛和沈淑仪之间来回打转，心里像是堵了一股郁气，难以消解。你们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江涛的眼神里闪过了一丝玩味，搂着沈淑仪的手臂看上去越发的用力。他对着我挑了挑眉：怎么，齐燕，觉得我挖你墙角啊？那你想太多了。沈淑仪无论如何也没到能让我挖墙角的地步。这件事情你怪不了我，是他主动找上我的。人家说过惯了和你一起的苦日子，想和我享福呢。江涛的语气里带着鄙夷，可我一时之间竟然分不清楚是对我的还是对沈淑仪的。沈淑仪的脸色也不好看，江涛的这些话显然是将他放在了极低的位置上，但我已经明白了，他们压根不是因为喜欢才在一起的。沈淑仪的家世比我好上一些，却也不多。她父亲早死，母亲又是下岗工人，只能帮别人干点活赚点钱，家里的条件也不好。可与我不同，沈淑仪生性活泼，长得又好看，所以虽然家里贫困，读大学的时候也有不少朋友。我和他在一起之后，多的是人替他鸣不平。可那个时候的沈淑仪告诉我，他不看钱，就是看中了我努力生活的样子。现在想想，这句话大概也是骗我的。周围的戏谑声不绝于耳，我已经明白了，江涛今天找我来，压根不是想要修补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只是想要让我难堪。既然这样，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待下去的必要了。我转身就要走，可江涛显然没有想要这么快放我离开，身后传来他带着威胁的声音：齐燕，你要是现在走了，我明天就让我爸买了你那个破村子，到时候你奶奶还有其他的穷鬼都别想好。我顿住了脚步，却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惊讶。我一直都知道江涛是个不学无术的富二代，脑子里除了花钱和玩乐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却没想到他会愚蠢到这个地步，收购村子。他以为他爸是谁，但我还是转过身看着江涛，没别的原因，我纯粹想看看他还能做出什么脑残事情来。毕竟他马上就笑不出来了。你想怎样？江涛走上前来，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笑道：老同学让你参加个婚礼而已，别这么警惕我，我能干什么？他说着，低下头打量了一下我的穿着，皱着眉，身上的西装又是个货吧？齐燕啊，齐燕，不是我说你，这种喜欢买假货的坏习惯，怎么这么多年了也还没改掉呢？你要实在买不起真的，你就和我说，我家里的大牌西装都装不下了，倒是可以送你几件。江涛的声音强忍着笑意，对我的嘲讽已经溢于言表。身后却突然传来了一个女声，声音尖锐，几乎刺穿了我的耳膜。狸猫穿了龙袍也不会像太子的，你就别为难他了。
穿着艳丽红裙的阮相竹从身后走上前来，她卷了一头黑色的大波浪长发，站在江涛的身边。一时之间还真分不清楚她和沈淑仪谁才是今天的女主角。沈淑仪的脸色有些许的发白，阮相竹和江涛一样，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大小姐。大学的时候，也是江涛身边很好的朋友，没少跟着江涛一起羞辱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大二那年，我给沈淑仪送早餐，因为放错了位置，不小心放在了阮相竹的座位前，而被他当众丢进了垃圾桶里。不仅如此，阮相竹甚至辱骂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说自己就算从楼上跳下去，也不可能和我在一起。因为阮相竹的话，我不知被人嘲笑了多久。你也不能这么说阮阮，没看见我们齐燕现在都脱胎换骨了啊，还是改不了一副穷酸样子。二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完全没有将我放在眼里。我感受着周围人看向我时那不屑的目光，心中只觉得好笑。他们之中没有人与江涛他们一样拥有不菲的家世，大部分都是普通人，可他们却愿意跟在江涛的身边，不加掩饰的在我的身上发泄着嘲笑和鄙夷，哪怕我什么都没有做错。这样的懦弱又可笑。我勾起嘴角，对于江涛他们二人的话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愤怒和痛苦，只是淡淡道：说完了吗？说完了我就入座了。江涛没想到我会表现得这样平静，脸上原本鄙夷的神情有一瞬间的扭曲，但他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微微抬起了下巴。行啊，快去吧，今天婚宴上的饭菜，你走的时候记得打包一点，不然我怕你路费一花，这几天都没钱吃饭了。身后传来熟悉的嘲笑声，我的脚步没有丝毫的慌乱，径直坐在了距离舞台最近的那一桌位置上。没有了我这个供人娱乐的小丑，人群很快就散开了。踩着高跟鞋的阮相竹坐在了我的对面，双臂环胸，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齐燕从来没来过这么高档的酒店吃饭吧？这可是最近最受欢迎的5星级酒店，有钱都不一定能够订得到位置。也就是江涛的面子够大，才有这么大的一个宴会厅留给我们。这应该是你这辈子唯一一次来这样的场合了。我要是你呢，我就抓紧时间到处看看，拍点照片留作纪念，以后也好和别人炫耀。我低头回着手机里的消息，听见阮相竹的话头也不抬：你很熟练啊，这么看来你朋友圈里的照片都是这样拍来的吧？怎么经常拿去炫耀啊？我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抬头对着阮相竹歪了歪脑袋，明明语气里也没什么嘲讽的意思，可阮相竹却像是听见了什么羞辱人的话，一拍桌子，直接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他妈说什么呢？这么紧张干什么？谁不知你阮相竹家里有钱，还用得着做这些事情吗？他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冷哼了一声之后，重新坐在了位置上。我就是故意的。阮家最近的几次投资都失败了，公司的资金链已经陷入了紧缺状态，大不如以前。我听圈子里的朋友们说，破产也就是最近的事情了。他爸愁的头发都白了，要投资都要到了我的身上。阮相竹还有闲情逸致，大张旗鼓的来参加江涛的婚宴，真是丝毫不紧张。既然这样，我想他应该也不会在意公司破产一事。不投，没兴趣。我将短信发送出去的那一刻，全场的灯光暗下，是婚宴正式开始了。沈淑仪穿着洁白的婚纱，站在红毯的一端，手里还拿着红玫瑰做成的手捧花，
他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朝着江涛一步步走去。灯光打在他的身上，给他的四周镀上了一层光晕。我也曾经幻想过和沈淑仪结婚的模样，那个时候的我天真的觉得沈淑仪陪伴我走过了人生之中最艰难的时刻，我一定会把全世界最好的一切捧到她的面前。可天不随人愿，我们最终还是分开了。和沈淑仪刚刚分手的时候，我甚至自责过，自责自己的不够优秀，就连小小的异地都不能克服，没有办法给沈淑仪她想要的安全感。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在出租屋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自己，就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蛋。今天我能够和淑仪结婚，还需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她当初没有出息的前男友。江涛的声音将我从回忆之中拽了出来，他们站在台上十指相扣，江涛的声音传遍了宴会厅的每一个角落。随着声音落下，一束灯光打在了我的身上，我和江涛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他对着我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来。如果不是当初齐先生的窘迫和没有出息，淑仪也不会悬崖勒马选择了我，更不会有今天的婚礼。所以我要感谢齐先生，将这么好的女孩送到了我的身边。为了表达自己的谢意，我给齐先生准备了一份礼物。我下意识看向他身边的沈淑仪，可沈淑仪却借着低头的瞬间躲开了我的视线。这一刻，我的心中涌起了一阵不祥的预感。下一秒，两人身后的大屏幕亮起，一张张已经有些泛黄的纸张出现在了大屏幕之上。亲爱的沈淑仪同学，能够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虽然我现在狼狈不堪，但我向你保证，等我大学毕业，我一定会用最大的努力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结婚好吗？我的脸色在江涛的声音下一寸寸惨白了下去，因为他念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我在大学4年期间写给沈淑仪的情书。大学时候，我虽然贫困，可给沈淑仪的一直以来都是最好的。她羡慕网络上那些会收到情书的女生，和我说自己从来没有收到过，我便每个月都会给沈淑仪写上一封，外加一个小蛋糕，亲自送到她的手里。4年，我从来没有失约过一次，可现在她却将我年少时的爱意当作玩笑一般的展现在所有人的眼前，将我捧出去的心完完全全踩在了脚底下。江涛带着笑意的声音读着情书上的内容，台下的笑声不断，没有丝毫想要忍耐的意思。那些情书一封又一封在大屏幕上闪现，我的目光落在沈淑仪的身上，她虽然抿着嘴唇，可看向我的眼神里却带着挑衅的意味。紧接着，情书结束了，随之出现的是一个画质模糊，看得出来年代久远的视频。视频里的我留着寸头，身上的衣服也很老旧，身材瘦弱，那张脸更是蜡黄。我蹲在地上，正在给沈淑仪系着鞋带。视频很短，只有几秒钟，可却很多，一个接着一个，都是恋爱时候我为沈淑仪所做的事情。4年，意气风发的少年为了心爱的女孩放下一切，只为了博她一笑。而今，这所有的一切在我的脑海中全部碎裂，就连曾经与沈淑仪的回忆也成为了必须被清扫出去的垃圾。最后一个视频终于结束，江涛看着我，用力将沈淑仪扯进了自己的怀中，然后狠狠亲了一下她的嘴角。怎么样，齐燕，你爱了沈淑仪4年，现在不也嫁给我了吗？其实江涛并不爱她，这些年江涛的桃色新闻就没有断过，一会儿是和18线的小明星，
一会儿是哪个网红，只要是长得好看的女人，他都喜欢。所以在接到江涛的结婚邀请时，我一度以为是他和哪个大小姐的商业联姻，从来没有往沈淑仪的身上想过。现在想想，大小姐也不是蠢人，怎么可能嫁给江涛这样一事无成的东西？真正愚蠢的人是沈淑仪，真以为可以靠着婚姻第二次投胎。其实在江涛的眼中，他与一个花瓶没什么区别。我又一次看向沈淑仪，轻声问道：沈淑仪，你把这些给他，是为了让我难堪吗？沈淑仪看向我，嘴角带着笑意：是，齐燕，你不能怪我。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跟在你的身边，我永远不会过上好日子的。他说的对，人往高处走，所以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停下过前进的脚步，为的就是将我当年被扔在地上的自尊捡起来。可沈淑仪选错了路，依靠男人，她永远不会走到真正的山顶。我也笑了，我笑着站起身来，轻轻鼓了几下掌。江涛，没想到参加你的婚礼还能看见这样的好戏。你以为这个视频会让我觉得愤怒和羞愧吗？你错了，我曾经全心全意地爱过沈淑仪。我承认，她因为钱离开我和你在一起，应暗羞愧的人不是我，是她。娶了我的前女友，应该感到羞愧的人也不是我，是你。你们一个贪慕虚荣，一个恃强凌弱，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绝配。我带着笑意的声音让全场陷入了寂静。江涛脸上的笑容一点点的凝固，就连垂在身侧的手都握成了拳头，没有得到想象之中的反应。江涛的语气里已经带上了愤怒。齐燕，你什么意思？你一个大山出来的穷逼，也有胆子这样说我？他直接从舞台上跳下，大步朝着我走来，一把抓住了我的衣领。看着江涛近在咫尺的脸，我的心情格外的平静。江涛，你一直都要强调我是从大山走出来的，是因为你知道，你除了投胎投得好之外，什么都比不过我吗？我可以从大山走出来，那你呢？如果换作是你，你走得出来吗？我没有因为江涛脸上的愤怒而感到恐惧，甚至微微向前一步，距离他更近了一些。江涛咬牙切齿的模样看上去和动物园里的猴子差不多。齐燕，你话说得好听，就算我们只是赢在了投胎上又如何？你一辈子都走不到我们的起点。阮相竹走上前来，站在了江涛的身边，不动声色地给予他支撑。听了他的话，江涛的神色有所缓和，松开了我的领子。他冷笑了一声，又恢复了一开始那高高在上的样子。你也就只会耍嘴皮子了，这么会说，不如你来我们公司做销售啊，一个月给你8000底薪怎么样？没赚过这么多钱吧？我挑了挑眉，挽起衣袖，露出了价值100万的手表。稍等，江涛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可仅仅3秒钟之后，我就看着他笑道：赚到了。什么？8000？已经赚到了。宴会厅里安静的掉下一根针都能被人听见。不知道是谁率先发出了笑声，紧接着就像是被传染了一样，所有人都开始大笑起来。江涛更是笑弯了腰，就连眼角都有了泪花。哈哈哈哈哈哈！齐燕，你他妈的该不会是这些年吃过期食品把脑子吃傻了吧？我看你也是怪可怜的。给，这里是1000块钱，拿去看看脑子。他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红包，直接扔在了我的脸上。我低下头，看着地上的红包，耳边的嘲笑声这样的响亮。弯下腰，我将地上的红包捡了起来，然后在江涛得意的目光之中，直接拿起了桌子上的一杯红酒，泼在了他的身上。1000还给你，拿去看看眼睛。笑声戛然而止，
阮相竹尖叫着就要伸手替江涛擦拭脸上的酒水，却被盛怒状态下的江涛一把推开了。齐燕，你他妈活腻了是不是？保安呢？给我把这个人拖出去！他的表情扭曲着，看上去丑陋异常。江涛的声音格外的响亮。宴会厅外面的保安听到动静，立刻走了进来，将我团团围住。可我只是不慌不忙地拿出了手机，打通了经理的电话。喂，2楼的宴会厅，现在过来一下。你他妈装什么？怎么，你有亲戚在这里做保洁啊？江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围着我的保安就要一拥而上，可还没等他们碰到我的衣角，宴会厅的大门就被人猛地打开。经理气喘吁吁地来到了我的身边，因为来得太着急，甚至额头上都出现了密密麻麻的汗珠。齐总，你有什么吩咐？是服务不满意吗？我伸手指了指江涛和阮相竹，还有台上看傻了的沈淑仪，这3个写进酒店的黑名单里，以后概不服务。好的，齐总，已经记下来了。经理弯着腰，声音里带着恭敬。江涛是认识他的，此刻看着他对我恭敬的样子，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但人遇到了与自己认知截然不同的事情，就会下意识地给这件事找合理的解释。江涛很快就找到了理由。陈经理，齐燕给了你多少钱让你演这个戏？他可是个穷鬼，为了说买你估计用了好几个月的工资。你这样吃里扒外，就不怕老板知道了把你开除吗？经理抬起头来，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了眼江涛。齐总就是我们酒店的老板，您在说什么？江涛脸上的笑容又一次凝固了。怎么可能？他不过是一个死穷鬼罢了，怎么可能开酒店？陈经理，我劝你最好不要帮他做戏，不然我是不会放过你的。江涛的声音已经带了些歇斯底里的味道，但经理丝毫不管他的情绪，只是对着我轻声道：齐总，您还有什么吩咐吗？没有的话，我就先去干活了。去吧。是。得到了我的应允后，他才终于转身离开。江涛脸色阴沉地盯着我，没有说话。倒是阮相竹冷笑了一声道：齐燕，你以为你收买个经理就可以假装自己是有钱人了吗？我告诉你，穷鬼就是穷鬼，一辈子都……但阮相竹的话还没说完，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大概是我的最终决定传到了他父亲的耳朵里。阮相竹，你又在外面给我惹什么事情了？为什么荣宴酒店的老板拒绝了投资啊？阮总的声音响亮到隔着手机我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阮相竹被吼懵了，呆滞道：什么酒店老板？我走上前去，趁着阮相竹不注意，拿过了他的手机。阮总，是我不会投资你的公司，与你的女儿无关，你的公司不会给我带来盈利，是最关键的问题。我不是这样意气用事的人，所以你也不需要再劝说我了。电话那头的阮总听了我的话后，还想说些什么，可我已经先一步挂断了电话。见我神情平淡的样子，阮相竹脸上原本的得意与张扬已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苍白的脸色。你真的是我的话让阮相竹心中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只有江涛仍旧梗着脖子对着我吼道：酒店老板又怎么样？不还是比不上我？齐燕，你注定一辈子……江涛，你别说了！阮相竹出口阻止。他虽然一样不学无术，但比起江涛还是稍稍靠谱一些。但江涛喉咙里的话仍旧没有咽进去。你注定一辈子被我踩在脚下。我看着自己西装上的扣子，轻轻擦拭了2下，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你说的对，江涛，
大学毕业之后，你一点都没有关注商圈的事情吧？也不怪你，我想除了你之外，应该所有人都知道荣宴酒店意味着什么。我朝着江涛缓慢逼近，声音冷淡。荣宴酒店是全国最受欢迎的酒店，客人包括但不限于和你父亲一样的商人，还有政界人员。不巧，我这人的交友圈子广泛，都有涉及，投资领域也更加广泛。3秒钟我能赚的远远不止8000块。你说，你父亲如果知道你得罪了我，他是会选择和我作对，还是放弃你呢？我记得你们家不止你一个孩子吧？江涛脸上的血色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手机震动了2下，看见手机上的消息后，江涛的眼神变得呆滞。我看着他那一副灵魂出窍的样子，扯起嘴角露出了一个冷笑。其实当我的事业步入正规之后，我已经明白了江涛当初为什么这样厌恶我。除去讨厌穷人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他的父亲在外有一个私生子，那私生子的家庭贫困，可偏偏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才能，一步步走到了他父亲的面前，让他父亲不得不承认了他的身份。虽然江涛仍旧是第1顺位继承人，可他感觉到了危机。有趣的是，他有了危机感之后做的第1件事情，不是提升自己，而是厌恶和那个私生子一样的所有贫困学子，而我就是那个最倒霉的人。只可惜，现在的江涛已经彻底失去了父亲的支持，我没有继续留在这里的必要，转身便要走，却被人拉住了衣角。偏过头，看见的是沈淑仪那苍白的脸，还有眼中闪烁着的点点泪花。阿燕，你带我走，我们重新开始，好吗？谁给他的脸说出这种话来？我扯出自己的衣服，一句话都不愿多说，但沈淑仪却铁了心的要恶心我。齐燕，难道我和你分手就全是我的错吗？我想要拥有更好的生活，有什么错？大学毕业之后，我母亲重病，除了江涛之外，根本没有人可以帮我。我的选择难道不能被原谅吗？当然是可以原谅的，但他因为自己的选择鄙夷我，嘲笑我，甚至和江涛一起羞辱我，又是为了什么？难不成骂我几句他妈能好得更快吗？他不过是因为厌恶自己贫困的出生，所以也厌恶拥有一样出生的我罢了。我依旧没有停下脚步，只是冷声应道：自己的选择，自己负责。那天过后，我的人生仍旧稳步前进。有钱的生活其实很无趣，旅游吃饭，和朋友喝小酒，不过如此罢了。阮家在那之后很快就破产了，阮总为了给自己博得最后的机会，竟然将阮相竹送到了我的床上。我原本转身就要走，可阮相竹却拉住了我的手腕，他不着寸缕，羞红了脸，主动在我面前跪了下去，一脸让我予取予求的表情。阿燕，我对你……没等阮相竹说完，我就俯下身捏住了他的下巴，在他期盼的眼神中笑道：就算从楼上跳下去，我也不会碰你。潮红褪去，他的嘴唇都在发抖，然后被我毫不犹豫丢出了门外，没给一件衣服。第2天，阮相竹就上了热搜，而江涛被他的父亲彻底放弃，送往了国外，说是进修，实际上却是流放。我见过那个私生子几次，我们眼中的野心是那样的相似。至于沈淑仪，我并没有特意让人为难她，可离开了江涛的沈淑仪本就是不能独立生存的巨婴，在体验过了有钱生活的糜烂与奢华之后，想要再脱离就很难了。她又找了个富二代，做了个见不得人的金丝雀。我在一次宴会上见过她，
被那富二代用100万转手让给了别人，像是个廉价的商品。但这些事情已经与我无关。奶奶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我想在她身子骨还算硬朗的时候，带着她去看看别的风景。而环球旅行的第一站，我们前往了欧洲。飞机上，奶奶说，下辈子她还要做我的奶奶，下辈子做我的女儿吧，让我来照顾您。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